给这个走了的大爷收拾屋的第7天，今天轮到卧室了。我感觉这个房间应该是他以前居住的卧室。我看这个房间里面放了好几把老年摇椅，跟小姐妹沟通了一下，这几把椅子都不要了。还有电脑桌、电脑也都给他处理了。连干了快1周了，我这是第2次进到这个卧室里面。第1次是开门开窗户通风。这个房间很小，没有大衣柜，除了床这几个椅子和柜子以外就没有别的东西了。这个斗柜抽屉里大部分都是一些袜子和贴身衣物，找出来了几个旧手机和小饰品，其他的就全部都给它倒掉了。第1天来的时候，小姐妹就告诉我了，家里没什么贵重物品，但是为了保险起见，往外扔的时候我几乎都检查了一遍。这瓶子里的水最少也得有4个多月了，都是老爷子存的水浇花用的。把这个大花给它挪到外边来，先给它放着吧，扔了有点可惜。这地毯应该也不怎么清理，上面都是黑乎乎的了。问了一下小姐妹，床上铺的这些被褥就都不要了，拖到客厅里应该能卖钱。挂衣架也给他拿出来。老爷子应该是一个不爱藏钱的人，那么多衣服，1块钱都没翻出来。这个铁盒里面发现了点小钞票，还发现了一个5元的硬币，应该是港币。这2个戒指是真的假的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都给它留起来了。我对金的银的一点都不识货，给我个真的我都不知道是真假。我跟老李结婚的时候啥都没买，婆婆给了我几万块钱，都让我付成首付贷款买房子了。我现在也不怕你们笑话了，就我俩结婚的时候，家里面所有的家具全部都是2手的，包括床也是。就是付完首付以后已经没有多余的钱去买家具了。在这床头柜里面又发现了几个小盒盒，也是给我看了一头雾水哈，不知道真假，都给它放起来了。床头柜里放的都是些衣服，大部分都是一些内衣内裤或者毛衣毛裤啥的，也不用翻兜，直接装袋子就行了。就手机翻出来了5、6个，还翻出来了一沓早票，到9月30号就到期了。我数了数得有20多张，把这些留下来的都给它放在这个抽屉里面，等过后让小姐妹自己去挑，留还是不留吧。我本来不想动这个床，但是看到床尾那个地方就很脏了，我感觉这个床底下肯定干净不了。想了又想，硬着头皮给它周开了。老李跟我说过，走了的人不可怕，最可怕的是活着的坏人。想一想也是那么回事，咱们所谓的害怕的，有可能是别人最思念的人。把床底下的线也随便理了一下，看着能舒服点了。柜子后边也挺多灰的哈，应该也是好多年没挪过了。其实这个屋里的卫生，就大爷自己一个人住了10多年了，保持的还算可以。一个卧室清出来了这些东西，给大哥打了个电话，他来了以后把早餐给他了，本来想给他一半，结果他都给要去了。这一大堆卖了30块钱。我问了一下大哥，那些椅子啥的他要不要？要是要的话拿走就行了。他说不要，但是他能帮我扛到楼下去。我说要不给你点钱吧，他说啥都没要。他说我平时收废品的时候经常帮楼下扔东西，你这都不算多的。今天上午楼下收拾车库的时候，那一大堆的废品全都是我给他扔到垃圾桶的。我还跟他说，那你妈妈肯定老好了，只要找你卖过废品的，下次肯定还找你。他说对，我这1天电话老多了，一大堆，我俩一想好就拿下来了。到楼下有个大姐就看好这3个花盆了，她说离挺远的，我说我给你带过去吧。结果是带到门口了，也倒了，3个剩了1个。这活干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我是头天下午往外清的东西，第2天上午来打扫的卫生，这回咱们是从上往下打扫了。这个房间不大，也就是有6、7平方吧，还带了一个小阳台，但是好多地方都是用这个木板包起来的，擦的地方还挺多的，看着不怎么脏，一擦还挺多灰的。这个柜子就在窗户的下边，有可能是下雨的时候窗户来不及关吧，里面有点潮了，还多少有点发霉的迹象了。我第1天进来的时候，2个卧室都是关门关窗的状态，一打开门的时候特别大的霉味儿。这2天开窗开的还有点小了，除了霉味儿，还有一种臭大姐的味道。这个房子后面是靠山的，这窗框里有老多臭大姐了，也就是臭虫哈，这个味儿老难闻了。前2天在厨房你们说是蟑螂的，应该就是这个东西，长得跟蟑螂有点像。窗框里老多了，就一边擦窗户都一边吧嗒吧嗒的往下掉。这种虫子应该是在那种臭椿树上多，它这个窗框上多，应该是跟后边离山近也有关系。我还记得去年给我爸收拾猪圈睡觉那个屋的时候，那床上老多了，但是那个时候是冬天，基本上都已经是嘎了的。它这个虫子的寿命应该也不长，应该是秋天出来冬天没，但是它那个味道是真不好闻。这个窗户又是里外2层，一共8扇窗户，擦了小2个小时。
窗帘杆也给它擦了一下，这个墙的板子都有点变色了，擦不出来了。本来这个方我不想拿下来，这面墙的板子都有点鼓了，应该是特意挡着的，但是一碰就掉下来了。暖气罩也给它擦一擦，我都不敢使劲按，一按它就掉下来了。都已经20-30年了，我就感觉暖气外边再放上这么一个罩子，热气都出不来。但是以前装修的时候都是用这种罩给它罩起来，好看。听姐妹来电话说这个柜子也不要了，让我把这些东西装起来放仓库里面，还特意告诉我不用擦了，就放在屋里面，等他们回来的时候就给它抬到楼下去了。这个房子以后卖的面能大一点，就是家里面的老家具尽量的就不保留了。我这一听，反正也是往外扔，就别放屋里了，先给它拿到大厅里面，等明天看看收废品的大哥来了，能不能一起抬下去。我感觉他们家暖气冬天也不怎么热乎，就是这个卧室还有厅基本上都是另外加了一组新的暖气片，组的都是明管，把漏着的管子也给它擦一擦。他家虽然是4个多月没住人了，但是每个房间里的表都是正常在走的，应该平时也有人过来吧，要不然正常4个多月的话，电池肯定没电了。这个房间所有的东西都清出去了，就剩了一张床。本来我还想留一个斗柜的，我感觉放这个屋里面也不打嗨，但是小姐妹说这个房间太小了，能不留就不留了。这个地面都包浆了哈，直接拿拖布拖都拖不出来，必须用钢丝球给它蹭一遍。就是有点像老国光那个麻子脸灰秃秃的那种感觉似的。这个地板看起来像地板革一样，其实它是木地板。再用拖布拖一遍，这个房间就算完成了。干了整整1天，看看前后对比吧。收拾完以后也挺温馨的哈，但是过不了多长时间应该就会换主人了。明天收拾大卧室了，我把老李拽来跟我一起往外扔的。